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能有多善良？给杨迪救场，安慰马天宇，为肖战创造8秒神话。杨紫仅用一句“我愿意”，就让疯了11年的谢纳顿赶危机。21年，杨迪在参加萌探时，为了活跃气氛，提出自己可以担任猪八戒，再邀请一位幸运女嘉宾扮演媳妇。然而，等杨迪兴冲冲地装扮好后，却发现根本无人愿意演他的媳妇。张歆艺扭头当没看到，周洁琼连连摆手推拒。所有人都看透了杨迪眼底的难堪，却不愿因一次人情让自己从此背上谐星的标签。不仅大众是这么看待的，就连杨迪本人也深知大家喜欢自己只是表面的粗浅喜欢，在哈哈乐过之后就把他给忘了。事实证明，杨迪当初说的确实没有错，因为除了杨紫愿意牺牲形象陪他胡闹，其他女明星不论之前被杨迪逗得有开心，在他需要帮助时也照样不会挺身而出。但这能怪其他女星太不近人情吗？实在是爱惜羽毛的情非得已，并且这也不是杨紫第一次对别人释放善意。曾在录制《花样姐姐》收官之夜时，节目组让一众嘉宾谈及自己的父母，当所有人侃侃而谈真情流露时，唯有马天宇在黯然神伤，因为他自小便丧母，生父出走，可谓亲缘淡薄。在大家都其乐融融聊身世时，眼眶泛红不言语的马天宇宛若成了个怪胎。当时唯有杨紫察觉到了他的异常，不仅出言安慰，还主动邀请马天宇来家里吃饭。而杨紫的善良其实还不止于此，听到杨紫喊出的这2声加油后，顶着全网黑的肖战连妆都不打算妆了。这让肖战忍不住眼眶泛红的一幕，出自227事件后他首次露面的星光大赏舞台上。当时肖战因部分粉丝的不理智行为，遭遇了长达10个月的网暴，不仅是事业停滞不前，就连积攒多年的好口碑也一去不复返。但凡提到他的名字就骂声一片不说。在官宣肖战将出席星光大赏后，网上更是掀起了一阵集体抵制热潮。在遭到这般毁灭性打击后，肖战直至上台前都十分忐忑不安，他既害怕台下坐着的都是黑粉，又担心自己会让粉丝们感到失望。或许是察觉到肖战的异样，杨紫在演唱途中都忍不住3次回头确认肖战是否真的有上场。但令所有人都意料之外的是，肖战不仅上场了，还迎来了属于他的内娱8秒神话。在杨紫准备退场将舞台交给肖战时，他还特意回头为肖战加油打气。而早在2人一同上场前，杨紫就曾不顾镜头在后台对着肖战大喊加油。或许对于姊妹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，可对于正处低谷的肖战来说，这份小小的善意却给了他直面的勇气。内娱宠儿杨紫与黄子韬互怼，被肖战宠溺，以德报怨，守护马思纯。杨紫万万没有想到，他随手的一个举动，竟然让杨迪记了整整1年。当初杨迪在萌探谈谈案中，需要找一位女嘉宾配合上演绎出猪八戒背媳妇的戏码。但在场女嘉宾中，周洁琼连连摆手求放过，张歆艺更是直接转头装作视而不见。关键时刻，唯有杨紫迅速出来救场。如此暖心行为令杨迪内心十分熨帖，毕竟作为节目中万年不变的丑角担当，更多时候接收到的都是嫌弃和吐槽。因此他在1年后仍特意提起此事向杨紫表示感谢。不过杨紫的暖心光环可不只照耀她一人。在录制《向往的生活》时，张艺兴需要驾驶一辆装满树枝的3轮车，由于视线盲区，他没有注意周围就直接发动，眼看树枝就要戳到何炅的脑袋，杨紫眼疾手快护住他并大喊小心，自己却险些受伤。在拜高踩低看人下菜碟的娱乐圈，
杨紫向来是一股清流，淘宝模特出身的张若楠与她合作女心理师，一场冬日下水戏令两人吃尽苦头。但即便冻得瑟瑟发抖，杨紫仍然上前几步拥住他，用身体给他带来一丝温暖。就连本就不算熟识的刘宇宁，有合适的角色他都会想着帮忙介绍。刘宇宁甚至是在之后偶然才得知缘由。而杨紫对马思纯以德报怨的深厚友谊，更是让人不由赞叹。两人曾在左耳剧组共争一角。杨紫在面试现场得到苏有朋连连赞叹，他本以为这个角色十拿九稳，却不曾想剧组竟选择名不见经传的马思纯。毕竟即便是童星出道的杨紫，也无法抗衡有蒋雯丽外甥女的背景。最终马思纯凭借此片一炮而红，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心有不甘，但杨紫从未对她心怀芥蒂。当马思纯深陷抑郁，生活黯淡无光时，好闺蜜周冬雨早就转身离去，杨紫却专门抽出时间陪她过生日。这也难怪圈内众多前辈都对杨紫评价颇高，就连一度跌入谷底的肖战，都毫无例外地被杨紫所折服，都说杨紫是肖战的救命恩人。殊不知肖战也曾救杨紫于水火之中。自某凡某轮接连翻车，曾被外界强加在杨紫头上的旺夫光环，反而成为他的槽点。一时间，杨紫娱乐圈明灯的通告满天飞。恰在此时，他和肖战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开播，收获无数好评的同时，余生 CP 热度直接爆表。毕竟自从经历227事件后，肖战饱经人情冷暖，对于跟女艺人的绯闻更是唯恐避之不及。但杨紫自始至终没有因外界揣测远离肖战。两人拍戏期间正值肖战生日，杨紫专门练习唱歌，只为给他惊喜。而杨紫生日时，肖战直接带着全剧组合唱他最喜欢的《当》，更不要说当两人一同出席活动时，肖战穿越场馆走到杨紫面前，主动俯身为她提起裙摆。更有眼见的网友发现，合唱时杨紫在退场前转头对肖战说加油，正如一句歌词，我在高朋满座中将隐晦爱意说到尽兴。想必正是毫无顾忌的支持，才让肖战在旁人问及两人关系时脱口而出，我是她老公。说余生夫妇是2025年最被期待官宣的 CP 绝不为过。毕竟与肖战一比，杨紫唯一官宣过的男友秦俊杰实在有些不够看。2025年秦俊杰与张雪迎共饮一碗胡辣汤冲上热搜，张雪迎不仅大大方方接受秦俊杰投喂，两人还时不时有暧昧的肢体接触，之后更是拿起勺子共尝一碗胡辣汤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嫌弃勺子仍不够亲密，张雪迎竟毫不客气地直接凑到碗边，动作之间的熟稔让广大网友忍不住怀疑，二人是否早已因戏生情。要知道秦俊杰本是名不见经传，全靠杨紫带他上综艺才逐渐拥有姓名，可以说他能拿到泡沫之下的资源。杨紫男友的身份功不可没，但他竟借着女友上位在外偷吃。视频一经曝光，秦俊杰就成为娱乐圈凤凰男，遭到广大网友的口诛笔伐。再去回想杨紫在综艺上和他视频，他张口就是暗指杨紫粉底涂太厚，频频吐槽的样子完全没有维护女友形象的意思。如今想来却是早有一心，不过杨紫却并不想被外人看笑话，大方回应体面分手。但纵观杨紫对众男星的态度也与对肖战截然不同，更多的时候他凭借搞笑天赋，将顶流男明星统统处成兄弟。杨紫大概是内娱唯一能逼疯半个娱圈男明星的女艺人。萌探中节目组请来魔术大师，前面的嘉宾都十分配合，但杨紫却在被魔术师催眠的情况下，
搬起他本应搬不动的木箱。不仅魔术师当场傻眼，杨子也迅速反应过来，似乎酿成大祸。如果说董卿一直被怀疑是刘谦的托百口莫辩，那么杨子这辈子都和托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在直通舞台的舞台上，一位魔术师邀请他上台互动。尽管他再三表示自己非常紧张，但魔术师显然身材有成竹，毫不在意。只是他不知道打脸会来得如此之快。杨子上台还没10秒钟就把一把牌抖落个稀碎。娱乐圈里向来喜欢给艺人打造各种人设，魔术师高手杨子恐怕还是第一个。就连郭德纲在他面前也讨不到好，但能凭一己之力将各路顶流处成兄弟，他属实是有过人之处。说起渣男语录，简直手到擒来。尤其是他与黄子韬上演一场分手警告，令网友大呼怎么会有这么邪门的综艺 CP。 当任务规定杨子拥有选择权时，黄子韬全然忘记早先的分道扬镳，却不想杨子不仅完全不吃这一套，就连拒绝都顺嘴回上一句单押。两人相处是这种画风，难怪就算上演一出互诉衷情都完全没有粉红泡泡。向来能对的黄子韬都在杨子面前哑口无言，更不要提本就不善言辞的任嘉伦，一言不合就是原名警告。不过如果说看杨子和男明星互对欢乐无穷，那么看他对张大大就必然是大快人心。当两人同乘一辆车时，杨子先是一招内涵他身体虚巨开空调，又直接戳破他看似自来熟实际蹭热度的假面。张大大还强装镇定继续与陈立农攀关系，完全没想到杨子压根不打算放过他。看不惯张大大作威作福拜高踩低的人很多，但最多只能背地里吐槽一下，难得有人丝毫不留情面的当面嘲讽他，令无数网友大呼过瘾。